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圆桌骑士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这转眼间，美加墨世界杯马上就要结束了。但是我们今天呢，就找到了金石和石山，聊的呢不是世界杯足球，而是世界杯的球迷。球迷，对，因为我觉得球迷聊球迷，球迷聊球迷，因为其实世界杯看下来，我觉得很多国家的球迷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比如说你像挪威有一个很经典的这个对。它叫 Viking Row，所以我们今天我其实挑选了我心目中的7、8个国家的球迷，把他们的画面呈现出来，然后我们大家最后评选一下，谁才是世界杯最棒的球迷？当然是我了。好，那咱就看第一个是挪威。挪威为什么选挪威呢？因为就是说这个顺序不是我心目中的顺序，但是我把挪威放在第一个，是因为我现场看过挪威的比赛，看过挪威的比赛之后，对他们的有些画面印象很深刻。你看这个画面，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公园里面，我的天哪！他们是全部穿着队服，然后他们这个叫 Viking Row， 你看就像划船一样，就是1、2、3，呜，1、2、3，呜，这样子。还有那个喊声，是非常震撼的，非常震撼的。这个还是那个打鼓。对，要有人打鼓。对，你看他们有的头上还戴了那个像金角银角那个 Vikings 的那个头盔，维京人那个头盔。你看这个也是他们在那个打鼓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下一段视频。这个也是维京的。对，这是在这有多少人？这是在奥斯陆，好几万。这是在挪威的奥斯陆。然后他们就是是成千上万的人，这是好像是他们的那个就王室的成员，然后敲鼓，然后鼓声一响，然后大家开始就是往后这做出划船这样的姿势。这个场面还是非常，你像这么多人还是非常震撼。特别是你如果在现场看，因为我现场看的是挪威的那场球，就比赛结束之后，然后他那个队长叫厄德高嘛，然后就是说他把鼓拿过来，然后因为他球迷都是在有这个球迷区一端，然后他们所有挪威球员都跑到那一端，然后致敬。然后你看这个画面，这个画面是战胜巴西之后。哈兰德去敲鼓，你看一敲鼓，然后球迷在后面，然后这正对面就是自己的球迷，然后现场，然后就是这个就是往后，他们怎么能保证一个国家的球迷坐在一片区域？是赛前就安排好的？赛前安排好，理论上是就球门后面这2片区域，一边属于一个队，对，他会把这些票是发给那个该国的足协，然后这个足协安排自己的这个球票的分发，所以他一定是自己的球迷。然后你看，这是哈兰德在敲鼓，越来越快。对，然后敲完鼓，最后，然后这是最后一次 Viking Row， 也是挪威战胜巴西，再没机会了。对，特别是现场你听着那个很震撼，几万人的那个会场是非常震撼的。对，这是挪威。我心目中我认为是非常好的。然后我们接下来会看苏格兰。苏格兰它其实苏格兰穿裙子，而且苏格兰风笛，你看这个是他们就吹着风笛，然后他们是行进，他们其实是在去参加那个波士顿红袜队的棒球赛。就因为他们参加世界杯了之后没有事儿干，就有几天没有事儿干，然后去然后他们就吹着风笛，然后穿着苏格兰的裙子，然后就入侵了美国的棒球场，然后就成为美国各大新闻媒体的一个焦点，就是说他们自己叫 Tartan Army， 就是 Tartan 就是苏格兰的那个格纹，然后就是格纹军，然后这是他们在波士顿。然后他们根据新闻报道，他们在波士顿的很多酒吧把波士顿人的酒都给喝光了。爱尔兰的对，你知道苏格兰你知道苏格兰那个是2战1战里面英军最能打仗的部队。就是苏格兰军，苏格兰，他们别人都躲起来，他们还在那吹风笛，冲锋的时候吹个风笛，往前冲。风笛最早就是作战时候吹的，对，它对是很鼓舞士气，然后吹完风笛大家冲锋。然后我们现在看这段视频呢，是
苏格兰人后来到了迈阿密，因为最后一场比赛是在迈阿密打苏格兰打巴西，然后这是在迈阿密的沙滩，然后你看那个游客都在那个跟着他们走拍照，然后这是他们这个就是前面人吹风笛，然后后面人一起这个唱歌啊跳舞啊，就往前走，这很典型，这是苏格兰裙子。这个是非常棒。我印象特别深的是，就是看那个 The Longest Day。就是那个二战的那个最长的一天，长的那个电影3个小时的诺曼底登陆，登陆以后，他们要就是这个有个英军呢，要插到其中一个地方去救这个当地守桥的部队，这帮人就吹着风笛往那走，那个炮啊，梆打过来，还吹着继续往前走，就是那个给我印象极为深刻。这个在战场上很有感染力的这种风笛。我这次看下来，我是对苏格兰球迷印象很深刻。就是苏格兰这个球队这届世界杯踢的确实不怎么样。对，踢个海地，踢个1-0，不然的话他们是小组赛就被淘汰了，小组赛被淘汰了，输给了巴西，然后输给了摩洛哥巴西摩洛哥，但这2个都是传统强队。对，就海地赢了1个球。我是觉得苏格兰的球迷值得更好的球队。但是他们的球迷确实给整个美国人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球场的意境啊。对，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国家。这是英格兰。我挑选英格兰，这个是英格兰1/4决赛获胜之后，然后这也是球迷区，然后他们球迷在高声唱歌，然后你看整个球队英格兰球队，然后站在一起致谢，然后一起跟着球迷一起唱，然后你看这个感觉很不一样，就全场几万人同声唱一支歌，然后面对着这些球员，然后这个球员这个感受很不一样了。就是你看贝克汉姆一起唱歌，这是他儿子，对，哇，这个感受，然后唱完歌一起欢呼，这是你在世界杯你能感受到这种球迷和球队之间的这种关系，就是说，大家踢球是为了4年1度的这个荣耀，没有任何事情比世界杯更重要。对。没错，就这种感觉，我觉得这是纯粹足球的感觉，也是这个非常能够激发我们球迷心情的感觉。对，这次我发现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说每场比赛结束之后，他们会在球场上停留好长时间，然后就有很多跟那个球迷的互动啊，还有放音乐啊，还有各种的一些即兴的一些表演什么的。然后这个是这次世界杯一个新的一个环节吧？对，之前好像没有发现他们停这么长时间。在比赛之后，所以也是挺有感染力的。应该你给这个国际足联写封信，以后啊，每个国家带一个表演团体去，然后谁赢了。后面这半个小时由哪个国家的表演，国家团体上去表演。这次好像是说谁赢了放这个国家一个比较代表性的歌曲。对，像美国队赢了放的是那个 Country Road 的。对，全场也很。我们之后就有 Country Road 准备了。对，这个画面也是英格兰赢了之后，全场球迷在唱那个披头士乐队的一个叫 Hey Jude 的一首歌，因为Bellingham 就贝林汉姆他的 first name 就是 Jude。所以你想想，全场人高呼你的名字 Hey Jude， 然后因为贝林汉姆那场比赛进2个球嘛，对，然后全场球迷高呼你的名字，哇，那个感受，然后你站在球场，哇，你看这是贝林汉姆，然后所以贝林汉姆是他这场就这个世界杯，他真的是非常激动，然后非常是为国家荣耀而战的什么感觉，这是球迷和球员。国家队之间的一个非常这个纽带非常让人感受的一个纽带，对，这是英格兰球迷是历史上一直是以狂热而著称的，对，英格兰球迷以前最有名的是打架，而且出过人命，就是到这出了名的，这英国的所谓足球流氓都从英格兰都不是苏格兰人，就是英格兰人，就是英格兰球迷，英格兰球迷，我以前在伦敦的时候啊，住在那个 Tottenham。那个托特纳姆对那个地方，那个附近，我当时工作啊，也就在那个球场附近。每次有一到这个的比赛主场的时候，我的天哪，那个塞的呀，然后那附近的酒吧全都满的。不过我没见过他们很流氓的行为啊，国内比赛好像不那么流氓，还是怎么了？他可能最近这10-20年好像有一些时间少很多。对，70-80年代的时候对以前对，现在就是好很多。对，这是美国队啊，这是美国全场
唱国歌，这是。你看，这是打应该是新西兰这澳大利亚打澳大利亚，美国打澳大利亚那场小组赛，然后全场唱国歌，这其实是我看世界杯的一个感受，就是我觉得美国的国歌终于可以正常的唱，然后观众们都高声的唱，然后没有人在唱国歌的时候跪到，就是因为你看 NBA 也好，或者是橄榄球也好，就他们有些为了抗议美国，然后就是放国歌的时候，首先不唱，然后有些是就是转身，有些是逆，就是跪到单膝跪下表示抗议。然后但是在这届世界杯，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。然后这个视频就是结束之后，美国队胜利以后，全场唱这个 Country Road。Country Road， 对 ，Take Me Home。这个歌挺有代表性，是很有代表性，对。是16强，美国打进16强是赢了是哪一个队来着？这是打波黑，对，打波黑赢了一个欧洲球队。对，然后之后全场高唱这个 Country Road。这一场我是对美国一下子感觉，我就特别希望他赢，就像是变成了他的一个球迷一样，然后就很期待他第2场比赛打进8强。然后就非常的失望，对，Country Road也没机会放了。对，美国队的水平还是跟别人是有距离，这个是很明显的。比利时是吧？对，还是确实是不一样。但是那场感觉也是不太在状态，那场没办法，对那场不是那个差距了。那场你知道我在看都是这个转播的时候啊，他们经常会放那个广告，放广告里面就经常有Why not USA？ 对不对？那个就是为什么不是我们？对，为什么我们不行呢？就是这意思，就是。对。昨天有一个那个福克斯的记者，然后他就说这一届决赛是西班牙对阿根廷嘛，然后主持人就问他：“你确定吗？那不应该是美国对英格兰吗？”然后他说：“当然了，在250周年庆的时候，那最佳的那个对阵应该是美国对英格兰。但他说从实力来说的话，当然还是阿根廷对西班牙。这个感觉是在英国崛起之前的事儿。对，英国崛起无敌西班牙无敌舰队打这个伊丽莎白女王，回到那个时代，是挺有意思的。对。这是美国，然后美国印象让我深刻，因为美国其实没有太强的足球文化。对。但是经过这个世界杯，好像美国人我们有了自己的足球文化。希望 Country Road 成了我们新的国歌，然后当然那个美国国歌也是很好听的，但是大家有了一个文化以后，美国队比赛的时候，大家可能都会去唱。美国这个国家，如果就是足球能够有在美国的体育市场里面分一大块的话，美国这个国家的足球会很快起来，了不得，那了不得。第一，他身体素质；第二，他的这个体育的这个资源非常大，全民的，而且呢，他可以随时进口明星啊。这个这个对的。这一次美国队的几个真的好的明星啊，有好几个都是可以选择。几个国家可以选择，他选择了美国的。对，就比如那个前锋巴拉根，他其实是出生在布鲁克林，但是他从小在英国长大，然后他是阿森纳青训营出身，但是最后他是几年前选择了美国，对。这个也是美国在。对，这是在唱那个 Country Road， 这是比赛结束了以后，因为很多现场的美国人拍摄很多这种现场画面，因为大家都很震撼，然后很多人都说，哎呀，花的每一分钱都值了，因为我们知道美国队比赛的球票是很贵的，都是好几千、一两千，甚至一两千都是便宜的门票，好几千。然后你带着拖家带口去，那你这是小1万块钱了，然后大家都说很值。我看了现场视频，很多人说有这个。就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你看现场画面，我是觉得，真的是这样，非常震撼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在美国的人，还是为美国队的表现，包括美国球迷的这个表现，感到很开心的。这荷兰，荷兰橙色军团，他们球迷是非常厉害的。然后这个视频，他们是
就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曲，然后你看他们一会儿向左，一会儿向右，然后他们是在跳，这音乐节奏。你看这整个这休斯顿，这是当时荷兰在休斯顿的时候，然后全部是诚意军团，然后披着国旗，确实那个感觉是不一样，对。然后荷兰人他们甚至把自己的那个橙色大巴，直接从荷兰运过来了。我们再看下一段画面。是他们队员坐的大巴是吗？不是球迷的大巴，你看前面那个，这就是那个大巴，然后后面人听着音乐，然后左右跳，也真是把整个街道占据了，是非常火爆。这个荷兰球迷是有口皆碑，是世界上非常受欢迎，然后非常热情的球迷。对。只可惜荷兰这次表现怎么样？16强就是输给摩洛哥了。对。他输给摩洛哥了，输点球大战输的。他这个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，以前荷兰队的比赛总有那么几个人给我们印象特别深刻。今年好像没有特别深刻的这哪个球星，没有特别大牌球星，就是从之前的罗本、施耐德、范佩西退役之后，对，荷兰大赛成绩不差，都是什么8强、16强，对，但是就是确实缺乏再进一步的这个实力。我第一次看世界杯，1978年，78年克鲁伊夫那时候是吧？对，克鲁伊夫就是荷兰队，应该就是荷兰队对德国队吧？最后的决赛的时候，对西德，那个时候叫西德，结果呢，这个荷兰队最后输了，但他们一直是领先。被追平，领先被追平，最后还被别人打赢。这荷兰别人一直说是这个是无冕之王啊，就是他们从来都是打到最前面去的。是，对。三驾马车是那个时代吗？对，三驾马车是之后了，更后一点，90年代了。对，就。然后我们现在看到了，就是我们的亚洲球迷，日本啊，日本在赛后就是这么有素质，对他们拿着塑料袋，然后去清理垃圾，然后你看不少垃圾，就是我现场看球，我是觉得美国人是扔很多垃圾，就是我旁边美国人，他们就是美国人都喜欢吃点薯条或者什么吃的，然后喝点什么东西，然后走的时候。都不带，不管，都不管。电影院里面就管，工作人员都不管，所以还需要日本人来帮美国人收拾垃圾。不是日本队是带着那个蓝色的塑料那个垃圾袋，然后他那个比赛的时候还拿来挥，然后走的时候多用。来，我们放下一段视频。他这垃圾袋是一袋多用啊，对，多用垃圾袋。你看，这个就是现场，那个日本球迷挥舞垃圾袋。你看，这蓝色其实都是垃圾袋，蓝色垃圾袋，他们挥舞垃圾袋为自己的这个主队加油。比赛结束就用这个垃圾袋收拾垃圾，这个挺好的，这个挺好的，也不会浪费。你要不说也看不出来是垃圾，看不出来，真是看不出来。从远处看还挺漂亮的。然后再拿一个伸缩天线把它举起来，可以挥得更大一点。对啊，因为那个不让带进去。对，日本那个主场球衣的颜色是蓝色的嘛，然后正好跨越大洋飞过来的。对，所以日本球迷这次也是给就是全世界包括每个人留下深刻印象，而且有教育意义。对，向日本球迷展现了这个东方国家人民的素质。对，是东方，别说东方，把我们包括进去了。是，然后我们看完了亚洲，我们再看一下南美球迷的热情。我们现在是巴西球迷，对。巴西球迷就非常著名了。南美球迷就是因为我去年我去看了那个世俱杯，就是那个世界俱乐部冠军杯。当时因为有4支巴西球队，然后再加2支阿根廷球队，像博塔福哥啊、帕尔梅拉斯啊都来了。然后我现场去看了，就是他们是从第1分钟到90分钟，不停的在喊。就不停的在庆祝唱歌，就球场就比赛踢得很沉闷的时候，他们开始唱歌，就90分钟不停下来的。然后现场给我震撼很大，我说哇，这是南美球迷。我在美国看橄榄球、看棒球、看什么球，美国人都是
没有这种文化的，他们就是特别像棒球，就是时间更长嘛，大家都是有一个球欢呼一下，进球了欢呼一下，然后就没事儿。对，南美球迷是从第1分钟到90分钟一直在。我想起我们家有南美的邻居，他们有时候周六办 party， 从晚上一直欢呼，一直唱歌，唱到第2天早上。对，这样对，都是这样。包括这个拉丁美洲，包括墨西哥，包括这个球迷都是非常热情。所以难怪这个世界男高音都是意大利、西班牙出来的。对，肺活量大，传统。对，我们再来看一下阿根廷啊。阿根廷球迷现场也很，他只不过没有像这个苏格兰、挪威那样有一个标志性自己的一个东西，但是他们的现场是热情是非常厉害的。然后我其实他们阿根廷、巴西，他们其实人均收入都是很低的一些国家，但是仍然有非常多的球迷愿意跑到美国，这花不少钱。说句实话，美国现在消费又高，门票又贵，一张门票最便宜的要400-500，贵的你要上千。你这个世界杯来一趟，这1年的收入可能也就差不多了。你想想，对不对啊？我在 Reddit 上看很多帖子说，很多人说我攒了4年的钱，就为了世界杯。就是南美人他可以做到，你像中国人，你像我不可能。你说你让我攒1个月的钱让我去看世界杯，我心里可能都得去想一想。然后他们是我4年，我就为了这次世界杯，然后我就来美国为我的球队庆祝，所以现场的气氛是非常嗨的。就是南美这些国家，不管你是厄瓜多尔也好，阿根廷也好，巴西也好，只不过巴西和阿根廷最著名嘛，走到后来，所以我又把它列出来了。对，在球队走得越远，可能球迷在美国停留的时间就要越长。对，花的越多，花的越多。像西班牙人可能花的最多。对。这是另外一端这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，这是晋级之后，然后你看，这是凌晨，已经是凌晨了，然后你看放烟花，这还不是决赛，这就是这个我好像是半决赛打英格兰之后，纪念堂。对，就是我记得4年前，当时也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广场就夺冠之后，哇，你看那简直是几十万人在那个广场，大家欢呼，哇，这个你可以感受到阿根廷人的热情。所以这是我挑选出来的，这个大概是7-8个国家吧，是挪威、苏格兰、美国、荷兰、日本、巴西、阿根廷，这差不多这8个国家。这不知道2位你们看了这些视频之后，你们如果评选的话，评选出前3个会选哪3个国家？你先说。我会先选一个挪威。我觉得还是最有创意的还是挪威。而且跟他们的这个历史传统是结合上了，挪威海盗嘛，对，所以说那种划船的方式很有特点，而且别的国家很难复制，我觉得它是独一无二的，这也是这届世界杯给人印象最深刻的。这个Vikings，对 Vikings， 对，这个是很有创意。对，确实是，但是我必须得选一个跟你们不一样的，我选苏格兰，我选苏格兰风笛的美，我挺喜欢那个风笛的感觉，对，它和那个行进鼓配在一起啊，有一种特别的味道。是这个当然是我个人的偏好啊，但我觉得所有的球迷就应该有一个自己的。特色，别人一看就知道国家的特色啊！你像阿根廷光在那喊，那就不行。你光穿个衣服光喊不行，这个得有特色啊！我觉得苏格兰、挪威确实是有特色。对啊，我比较喜欢苏格兰的那个感觉。你苏格兰人是一个这个民族啊，是一个非常有纪律的民族，是很有意思，是吗？对，非常有纪律。勇敢的心是讲那个苏格兰人对争取独立，他有纪律，而且他很冷静很勇敢，所以他们的军队，苏格兰军团以前一直是英国军队里面最能打的部队啊，最能打。所以我要选苏格兰。对，原来苏格兰的联赛水平还可以呢，我记得有2个最强的球队。一个叫做那个一下子想不起来了，凯尔特人，对，凯尔特人，格拉斯哥流浪者，对，他们那个球员也是以那种比较彪悍、比较强壮的那种风格著称的，对，跟英超是不一样的风格，对，他们应该加入英超，这样他们的水平，对，因为你知道英国有3个队可以参加世界杯嘛，除了苏格兰，还有那威尔士也不弱，其实，对，还有北爱尔兰。
其实是4个队。对，其实是4个队。对，但北爱尔兰有点太弱了，太弱了。威尔士之前那个贝尔在的时候还是挺厉害的，当时欧洲杯进过4强。对，创造过辉煌。是，其实我也会选苏格兰。因为我对苏格兰有一点情结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之前那个上学的那个学校，我们那个学校创始人是一个苏格兰人啊，所以我们学校的吉祥物是一个这个苏格兰狗，然后它的名字叫 Tartan， 就是，然后我们学校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吉祥物也是叫 Tartan， 所以就是也有这个格纹裙啊之类的东西，所以我然后又看到苏格兰人牧羊犬，对。然后苏格兰人他们现场的这个气氛确实很好，吹这个风笛，对我也挺喜欢风笛的，然后也挺喜欢勇敢的心的，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，我也要投苏格兰一票。OK， 对，但是挪威在我心里也是很棒的，因为对现场看过，很有特点，很有特点，很有特色。我想问你啊，假设啊，我们只能假设，我们只能意淫啊，假设一下，说中国队如果进了的，如果中国球迷出来。就不能就只有一个口号“中国加油”什么的，这种，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把什么东西带出来？你觉得？对，中国这个历史太悠久了，5000年，你要是整出太古老的元素的话，好像对大家也是不太能够穿上京剧的那个插上旗儿，对，有点跟足球场违和的感觉。对，这个可以想一想。对，中国，其实因为共产党执政之后，中国的那个代表颜色变成红色的嘛。但如果是说没有共产党的话，应该不会是红色，应该是黄色，可能是会黄色。对，是这个杏黄旗龙啊，像凤凰啊，可能是中国的一些比较代表性的图腾。不是要不能不，中国的图腾啊，都是对一个人而言的。咱们要弄它这上万人在一块儿，对，非常简单，非常简单的一个仪式哈，或者是一个动作。对，这个可能还是有一定挑战性，有挑战。中国人要想清楚啊，想清楚。但是前提是你得先进世界杯。你知道我是在1981年还是82年？那一次差一点进，差一点进。当时是亚洲进2个队，那么少，2个队，那时候还世界杯16个球队，对，2个队，然后呢，中国队已经打到前4了，就这4个队啊，大家比一次，谁赢谁就进去了，应该是我看啊，是4个队还是6个队还是怎么？南韩是超强，那时候日本还不行，日本根本就不行。南韩是超强，已经进去了。然后是中国，然后是沙特，科威特，哎，对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是新西兰。对，新西兰。那个时候新西兰就跟亚洲球队一起比嘛。对，他好像是这个。对，正好我现在已经有点忘记了，反正就我的印象有这么几个队啊，然后中国队赢了输了，最后呢就差一点，就是在跟沙特比赛的时候，就输了，赢了，而且是在马来西亚那一场，就是那个在我们那一代人心中特别的印象深刻，因为那时候中国和沙特阿拉伯还没建交，所以这比赛就放到了这个马来西亚，这一个是中国人也进，第二个那也是一个伊斯兰国家，这个伊斯兰国家就在马来西亚，结果他那个球场啊，那个灯光啊不行，是转播的那个电视啊黑黢黢的，看不太清楚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还是那个比赛，我记得那一场比赛就很清楚。总共2场比赛都在马来西亚。第一场一上去，中国队就输了0-2。上半场输了0-2，到了下半场，莫名其妙的在15分钟内，中国进了4个球，一下子就4-2就反过来了。这个第2场呢，中国队又在那打，就2-0又赢了，所以中国基本上肯定就出现了。除非有一个情况，除非沙特阿拉伯输给新西兰5个球以上，最后一场，除非他输
5-0以上，最后就输了5-0，最后愣是输5-0了，所以中国人当时气坏了，那次非常气得够呛。但是呢，大家觉得跟沙特阿拉伯打完以后，中国就觉得中国肯定赢了，科威特也赢了，沙特阿拉伯也赢了，就都赢了，就大家就觉得那次肯定出现了，所以当时我们在大学，你说大学生啊，基本上我们看球的那个凳子全部踩坏了，因为就站在上面跳啊，就全部是那椅子全部踩。最后看完以后，那个电视机那时候也一个电视可能有上百人在那看，是吧？这是100-200人在那前面看，最后这看完以后，那个地下一堆那个烂椅子，全部都。然后从楼上把那个暖水瓶也往下丢，没鞭炮嘛，那时候暖水瓶砰砰往下丢啊，什么乱七八糟，我印象特别深刻。那个时候中国队都有谁？你还记得吗？荣志行，胡广明，什么迟浩田。哎，这是我迟浩田是这位副主席。池上斌对，后来大连的，对，池上斌，还有几个我现在都记不起来了，迟浩田的年纪了，还有邓小平，对，押韵，对，那一代的中国的球员，对，那一代就是很早，对，现在啊，据我那个有的朋友说，现在像荣志行、古广明这就进不了国家队了，就进不了专业队，因为现在都有个头、速度的要求，都很标准，标准就不行，你要一标准就完了，因为这个这个古广明的1.7米，根本就他广东人呢，速度跑很快，对，盘带很好啊，怎么，但是他个头不够高，是，个头不够高吧？跟那个沙特阿拉伯比赛的时候，他还头球进了一个，所以这个是，所以这个其实足球不能按标准来，一标准就完了。对，你说这个 Messi 有多高？1.69啊！天哪，对，怎么踢他都不倒的。阿根廷的前锋个头都不高，你像那个劳塔罗1.74米，然后他头球进了那个，经常会有头球进球，英格兰，对，所以这要放在中国就完了。对，省队进不了。所以这个标准化，其实在会工业化有这个迷信，就标准化。曾经有欧洲的队也是标准化，像匈牙利，我说你看上个个都是彪形大汉，是吧？然后动作都很像，他们都是标准训练出来的。突然有一段时间他们特别厉害，但是很快。别人就把你摸透了啊！对，因为你没有特点，你没特点，摸透一个就全摸透了。没错，对，是，所以足球还是得有个性的那种东西出来才。它是既要个性，又要组织，又要组织这样的一个东西呢。中国现在是又没个性，然后组织又比较涣散。对，就是没有整体的凝聚力。所以中国一到大团体的对抗的这种都不是很好，是个人的可以，个人比赛什么乒乓球、羽毛球、跑步什么这都好办。一到有这个就是需要一个 teamwork 的时候，这个里面要很讲究，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风格和模式，还有就是它要包容，它有包容，是这个非常。中国女足为什么曾经还挺厉害？我觉得中国女足厉害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世界的女足不是很重视，不是特别发达。99年的时候，那时候女足还没有太多职业化，所以那时候当时拿了亚军嘛。但是你到美国大联盟慢慢发展起来以后，就是现在各国的职业化会差一点。对，我记得当时女足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前锋孙雯，对孙雯。但是我是后来有个叫。大概10几年前，我姓马，他当时在欧洲踢球，但是马晓旭是吧？对，马什么的，然后但是在国内的时候，他就会受到一定的排挤，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在，因为这个团队运动它会带来一些，就把人性一些负面的东西所显露出来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原因吧。对，你看那个这个中国的足协，
多少主席都给几个主席都进去了，是吧？著名裁判、著名的这个裁判员、这个球员、教练员全都进去了。所以这个里面一旦有了这种东西，你就很难，你就很难。对，是，所以这是中国足球。所以我们很难在世界杯上再看到中国足球或者中国球迷的身影。对他们说，这个给国际足联给急的呀，就想把中国队给弄进去，所以要扩进到64支，这样弄进去是多么大的市场，多么大的国际足联最急的、最忙的就2件事。有2个国家要怎么给它弄进去啊？第一个就是美国，第二个就是中国，2个全世界第一、第2大的一个市场，单一市场是吧？对。这次美国队，你知道这个。如果美国队进了再往前走啊，去了8强，甚至是进半决赛的话，那国际足联可以赚老了。这一次，天哪！对，不，他就算这样，他们这一届也赚了很多，赚了很多。对，说到美国队，有一个事儿，不知道你们怎么看，就是说川普给国际足联主席打电话，然后过问那个红牌的那个事情。这个事情是引发了一些争议嘛？关键就是说政治是不是要介入体育啊什么的。但其实川普这个举动给我的印象倒是觉得，我对他有点刮目相看啊，我就觉得他是很有趣，他居然还会来管体育的事儿，还会给他的足球队然后去发声，然后去争取。所以我倒是觉得，作为在美国生活的一个人，然后自己的总统能够做这样的事情，我倒觉得还不错，我倒没觉得他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试想，如果说中国队有遇到什么不公平对待的话，习近平去给那个非法主义打电话，我觉得反而可能还是个加分的事儿，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？我觉得全世界领导人做这个事儿都有点奇怪，唯有川普做这个事儿不奇怪，因为他就是这么个人，是吧？他想到了说，我不行，我得给他打个电话。他想什么就干什么，他就这风格。所以说那场比赛还没结束，我就猜到了这个红牌80%要被撤销。你就猜到？我当时猜到了，对，我当时猜到了，美国足协肯定要申诉，但是我没有想到是川普出面，当时我没有想到川普出面，我知道美国足协肯定要这么做，这个红牌80%要会撤销，但是没有想到川普直接的，但是他确实会有一定的争议，很多人认为，因为你是总统嘛，总统你是涉及，就会给人一种额外的压力。对，如果说是万斯打电话，大家肯定好，你做一个总统，而且你影响力这么大，你会不会川普说？加税，国际足联就在我这比赛加税，那就别人害怕这个东西，所以这个有压力。而且后来美国队的表现，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这个压力的影响，有一定可能有，但是确实那场比赛各方面踢的也都不好，对，就觉得像梦游一样那场比赛是那个确实暴露水平还是有差，还差一些，没办法，对。因为美国队最好的成绩就是止步于8强之前了，是吧？是，从来都是这样。但是这一次没突破，当然是可惜了。这也说明美国的足球还是有待提高。你知道美国的，你在美国的，我记得上一次还是前一次，我记得就是美国的在南非那一次，打得也不错，结果。就是说，你知道美国那个队长是这个在这个洛杉矶的一个 club 里面打球，你知道他年薪多少吗？25万。是，但是从那个以后，我看到明显的在增加了，现在开始越来越增加，就上100万了已经。如果什么时候就像你说大联盟啊，或者是像 NFL 他们那种，对，不用到那么多。到上千万个几千万，我估计美国的这个足球就完全不一样。对，因为美国它职业体育它收入是非常不菲的，你像 NBA 上千万，对，现在你在大学就是刚通过了一个新的这个。你大学生都可以拿到几百万的，因为美国大学特别是 college football 橄榄球是非常很赚钱的，对，所以它这个商业化如果带入到足球的话，慢慢的它肯定会对整个国家的足球能够发展很好。但从球迷角度来说，就是说这些世界杯，我觉得它对于94年世界杯当时是对足球普及是很重要的，然后这次世界杯，我觉得对于它整个美国足球运动又会提高一个层次，而且我们现场看到这么多
美国人出来，而且你像美国很多比赛在西雅图，西雅图是一个偏左的城市，然后我看很多评论很惊讶，说哇，那么多人唱美国国歌，而且是在西雅图，他们觉得对，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种自豪感，这种美国你叫什么爱国主义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国家应该有的，所以这是我为什么想做这期节目。我们看一看各个国家球迷的表现，越有自己民族特色越好。这个是它都是文化，都是文化和历史，没错。你说维京，你说 Viking 肉，这是历史，1000年前的历史。对，1000年前挪威就是这么划船去英格兰、去诺曼打架法国的，苏格兰也是这样。我们1000年前就有这个风笛，就有裙子，我们吹着这个，没错。那时候我们就叫塔尔坦阿米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文化，是历史，没错。所以。就是你像阿根廷和巴西，他们就只能就是这唱歌啊，只能他也没办法跳他的那个桑巴，对，所以还是文化历史的体现。足球跟历史联系起来还是挺有意思。我记得挪威跟英格兰踢之前那场比赛，然后网上有人做了一个视频嘛，因为当时维京的海盗总是去侵袭英伦三岛，然后上那个岛上把他们教堂呀都给砸了，因为那个时候英国岛已经是基督化了嘛，对，所以他们做了个视频，哈兰德就是一个海盗的形象，对，然后从那个船上下来，然后往岸上走，拿了个大棒子，然后英国球员这边在教堂里边祈祷，对，这很有意思，这种是，对，所以以后就是如果就民族的就是世界的，有特点，才能生存，对，这很重要啊，才能留下印象。所以大家，我觉得这个中国球迷啊，这现在就想好以后。现在这10年内恐怕是我们不用想了，10年以后一定可以想一个庆祝的姿势，或者各位观众朋友，你们对哪个国家的球迷印象最深刻？欢迎大家留言。你是喜欢荷兰、喜欢苏格兰还是喜欢挪威呢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